如果你觉得每天上班上学赚钱还房贷就是人生的全部，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借着姜教授的一堂极其硬核的宇宙秘密课，带你彻底撕开这个虚假世界的伪装。这堂课不讲国际政治，不讲赚钱密码，它只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到底是谁？这个宇宙的终极秘密究竟是什么？开始之前，我想告诉大家，我的频道刚刚超过1000位订阅者，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您还没有点赞订阅，请助我一臂之力，您的支持对我至关重要。从小到大，学校里的老师、课本上的科学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常识：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我们和黑猩猩有着99%相同的 DNA。他们还告诉你，这个世界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世界，只有你能看到、能观察到、能测量到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姜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因为你在学校、大学甚至研究生院学到的所有科学知识，都根本无法回答几个最致命的问题：意识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思想？我们究竟是如何拥有想法的？学校根本不会让你问这些问题，因为你一旦问了，你就触及到那个终极问题：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人？姜教授告诉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其实包含2个层面。是的，你有一个肉体，但更重要的是，你拥有一个灵魂。你体内有一颗来自造物主神的火花。这颗火花赋予你2项宇宙中最顶级的超能力：爱与想象力。爱是宇宙将一切连接在一起的力量，而想象力则是驱动整个宇宙运转的能量。这也是宇宙最大的秘密。宇宙根本不是物质的，宇宙本身就是意识。我们用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来接地气地解释一下。康德认为，世界分为2层。一层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宇宙，叫做本体，它是事物本来的面目；另一层是我们看到的现象。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过滤器，把那个真实的精神维度的本体，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过滤，翻译成了我们肉眼能看到的现象世界。美国心理学家朱利安·杰恩斯甚至给出了生理学上的解释：我们的大脑分为左右半球。你的右脑其实是一个超级天线，它负责接收那个我们永远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本体精神世界，然后你的左脑把这些精神信号翻译成你的肉眼能看到的现象。那么那个真实的本体到底是什么呢？姜教授打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比方，那是一股来自宇宙中心，我们称之为单子或上帝的能量震动。这位造物主通过一呼一吸，在全宇宙产生振动场。当振动的频率越来越慢、越来越低时，物质就诞生了。这就是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由来。但是你要记住，你的肉体是进化来的，你的意识是直接来自宇宙的振动，你是和整个神圣宇宙连在一起的。既然我们拥有如此神圣的力量，为什么我们现在活得这么憋屈、这么焦虑呢？大家在脑子里想象一下这样一个画面：有一群囚徒，从出生起就被铁链锁在一个黑乎乎的山洞里，脖子和手脚都被锁死，只能死死盯着面前的一堵墙。在他们身后有一堆熊熊燃烧的火，火和囚徒之间有一些神秘人举着各种各样的假模型走来走去，把影子投射在囚徒面前的墙上。因为这些囚徒一辈子只能看到墙上的影子，他们就天真的以为这些影子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的现实。小伙伴们，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有很多这样的囚徒，就是我们每天沉迷的电影、互联网、社交媒体，甚至是现在学校疯狂推崇的人工智能，都是墙上的投影。你以为有了互联网就能了解世界，有了 ChatGPT 就能掌握真理？所有这种东西被创造出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奴役你的心智。你可能会问，奴役我？可没人拿枪指着我的头啊！这是幕后那个统治者
你可以叫他们精英，也可以叫他们恶魔。最高明的地方，他们不需要拿枪逼你。我在前几期从不同的侧面都提到过，真正的财富和能量是什么？是你的注意力，你的专注力。那帮躲在暗处的幕后黑手，他们手里握着权力，但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没有想象力。所以他们必须布下一个局，用电影、网络和虚假的现实来吸引你的注意力，捕捉你的想象力。只要你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设计的影子上，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用你身上那股神圣的想象力去替他们构建出他们想要的现实。所以你每天为了赚钱拼命，在学校里死记硬背，沉迷于网络上虚假的繁华，你以为你在追求自由，其实你正在主动帮别人建造关押你自己的监狱。现在怎么有那么多00后开始躺尸宅家？你以为你活在真实世界里，其实你活在一个像僵尸一样的死尸世界中。那么真正的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挣脱铁链，走出这个黑暗的洞穴，去外面看看真正的太阳，也就是造物主的光。当你真正醒来，去感受那个充满震动能量的本体世界时，你才会发现，原来真正的宇宙是如此美丽、无限、充满生机。可问题是，我们该怎么逃出去呢？江教授给出了古往今来所有宗教和哲人总结出的几条越狱路线。第一条路线，最正统但也最漫长的冥想与呼吸。古埃及人发现，宇宙的振动能量是按照特定的神圣几何学模式流动的。The sound of Om at 136.1 Hz is supposed to resonate with humans, creating a deep sense of calm and balance. Let's take a look at it. Putting little pulses of energy into it. The second fork will also vibrate in sympathy. And if I silence this fork, we just may hear the other singing its tone. Very charming young man on the internet who shatters crystal glasses with his powerful voice. But if you watch him carefully, you'll see that first he taps the glass with his finger and listens. The glass sings its natural resonant pitch. Then he takes a deep breath and sings a loud, long note. He induces a resonant vibration in the crystal glass. The vibration grows larger and larger and larger until the glass is shattered. 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极度专注的呼吸练习，调整我们意识的频率，去和宇宙的振动频率同频共振。但这可不是你去报个周末瑜伽班就能练成的，这需要几十年的孤立、苦修和打坐，让你的意识离开身体，去拥抱精神世界。但这也不是那么难的，从每天3-5分钟的专注呼吸，就可以开始体验到宇宙真正的样子。第二条路线绝对不推荐，就是一些极其凶险的黑客捷径。很多人说几十年太长了，有没有快点的方法？有，但代价极大。一种是利用迷幻药、致幻蘑菇的，这些物质会强行干扰你左脑的运作，直接打开右脑的接受器。很多体验过的人都会惊呼：天哪，世界全是能量和绚丽的色彩，这就让你瞬间瞥见了那个真实的震动世界。这个绝对不推荐大家去尝试，因为这类东西对脑神经的伤害几乎是不可逆的，大家可以自行研究下毒副作用。另一种捷径是极度剥夺，比如长时间绝食，或者光着身子跑到冰天雪地里。当你的肉体开始崩溃，接近死亡的边缘时，你的意识就会被迫脱离肉体的牢笼，进入精神世界。这也是为什么江教授强调不要害怕死亡，死亡只是一种释放，因为我们的肉体本来就是一座监狱。但是这里绝对不是推崇死亡啊，死亡也是剧本里的一环，是被设定好的，强行提前登出，在各大宗教里都提到了惩罚有多么可怕。与其好奇死后世界的体验，不如赶快先把活着的体验拉满。人终有一死，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不被幻想所牵动，一切顺其自然。还有一种是被动的，那就是濒死体验。
那些在车祸或溺水中死过几分钟又活过来的人，虽然他们互不相识，但都会描述出同一个画面。他们去到了一个充满光、同情、爱和完全宽恕的灵性世界，重新连接上了神圣的力量。第3条路线，最高级的基督意识，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一种方式。江教授解释说，我们在宇宙中绝对不是被动的观察者，我们是主动的参与者。就像你往海里扔一颗石子，会激起涟漪。你在这个世上活着，就是要尽可能的去发挥创造力，去震动，去激起水花。当全世界有20亿人同时去爱、去想象耶稣时，耶稣就获得了永生，成为了最高频的震动。那我们怎么把这种力量带回自己身上呢？答案是把你的身体变成神圣力量降临的容器。如何做到？通过爱、慷慨，特别是绝对的宽恕。江教授举了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孩子，正常人肯定会恨死他。但如果你能在内心里靠着自由意志选择完全原谅那个人，你就瞬间向神圣力量敞开大门，让神性直接注入你的体内。As a devout Christian, she felt compelled to see if there was some way, if somehow she could forgive her son's killer. Today, they don't just live close, they are close. Clearly, Mary was able to forgive. Unforgiveness is like cancer. It will eat you from the inside out. It's not about that other person. Me forgiving him does not diminish what he's done. Yes, he murdered my son, but the forgiveness is for me. I haven't totally forgiven myself yet. I'm learning how to forgive myself. And I'm still growing towards, trying to forgive myself and what it is I've done. He says he's determined to pay back Mary's clemency by contributing to society, which explains why Mary can sing her praise of thanks to her audience of one. 这就是宇宙最大的秘密。宇宙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我们相信什么，关注什么，什么就会成为现实。如果你能用爱来驱动你的想象力，你就能走向不朽，甚至成神。听到这里啊，很多小伙伴肯定会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既然宇宙充满了爱和神圣，那为什么我们活着会觉得这么痛苦？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这么多苦难？江教授的回答极其震撼，因为宇宙需要激发你的想象力，而痛苦就是最好的催化剂。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任何邪恶，没有任何失去，想要什么只要躺着就能得到，那一切还有什么意义？这就好比你想练出完美的身材，但你只是喝点水，躺在沙发上10个小时，可能吗？绝对不可能。只有当你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在充满邪恶的世界里挣扎求生时，你选择成为一个好人，这一切才有了意义。这正是为什么那个高僧愿意在冰天雪地里苦修数十年，因为他们懂得，只有痛苦才能让心智达到极致的专注。这时候更扎心的问题来了，既然我们拥有神的力量，为什么我们还甘心在这个世界里当奴隶？为什么我们要每天为了学业，为了找工作，为了钱而焦虑？江教授却告诉我们，不要说你是被逼的，不要说你是为了生存，这全是你自己的选择。因为宇宙的第一原则就是自由意志。为什么你明知道学校教的很多东西是扯淡，明知道追逐金钱不能让你真正的快乐，你还要随波逐流？因为你害怕，你害怕被朋友孤立，害怕父母失望，害怕被社会嘲笑，害怕变成别人眼里的失败者。是你自己因为恐惧社会的谴责而主动选择给自己戴上了脚铐，主动选择了对自己撒谎。你以为如果找不到工作就会饿死，死亡是最可怕的吗？死亡根本算不上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你现在这种行尸走肉般的奴隶生活。你害怕物理上的死亡，但有的人现在的灵魂早就死了。而且千万不要试图去叫醒你身边那些装睡的人。柏拉图早就说过，如果你冲出洞穴看到了真相，然后跑回洞里告诉伙伴，嘿，这些影子是假的，跟我走，你猜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不会感激你，他们会杀了你。
因为真相会刺痛他们脆弱的幻觉。所以看透真相后，你只需要自己获得自由就好，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说了这么多啊，我们到底该如何在这泥泞中自我救赎呢？江教授给出了这门课的终极解法：阅读那些伟大的著作。你要知道，学校、政府和现代科学都在拼命压制这些宇宙的真相，因为一旦你醒了，他们就失去了控制你的权利。而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先知、最顶级的智慧，早就把越狱的密码全部写在了这些伟大的著作里。我们要读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读柏拉图的《理想国》，读但丁的《神曲》。这些书不仅仅是文字，它们是一个个被封存的微缩历史。机缘巧合的是呢，我自己在初中的时候就读过《伊利亚特》、《奥德赛》和但丁的《神曲》，但是我完全没印象了，是时候回去重读一遍了。当你放弃对世俗、金钱、权力、名声的痴迷，彻底敞开心扉去阅读它们时，奇迹就会发生。这就好比你在脑海中召唤了荷马、柏拉图、但丁这些最伟大的灵魂，让他们附体在你的意识中，你能进入他们创造的宇宙，从而最终学会创造属于你自己的宇宙。但这绝对不是一条轻松的路。江教授说，这就像游泳，知道游泳好不代表你下水就能游，要真正理解这些伟大著作并获得解脱，你需要几十年的磨砺，需要你付出一生的时间去牺牲和专注。当然了，千万别被江教授的10年磨一剑的言论唬住了啊！从今天起，你关注我的频道，我们慢慢聊，直到有一天你的好奇心拉满，自然就会去研究这些著作了。小伙伴们，今天的这期视频仅仅是一个开始。世界是一个虚幻的洞穴，你身上的锁链是你自己亲手扣上的。现在，越狱的钥匙已经交到了你的手里。是继续回到人群中，为了那些虚假的墙上影子去焦虑、去内耗、去当一个合群的奴隶，还是鼓起生而为人的勇气，去爱、去想象、去拥抱伟大的著作，去进行实操，比如冥想训练，寻找那道直通神圣的光？答案永远只在你自己手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一定要点赞收藏，并把它分享给你生命中那些渴望清醒、渴望自由的小伙伴们。在这个虚假的黑客帝国里，保持清醒本身就是一种最伟大的反抗。我是 Jenny， 继续为大家深挖世界的底层逻辑，我们下期不见不散。